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竟是一种奇特远古生物的故乡。一块奇特的化石，竟在古生物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恐龙究竟有没有灭绝？化石上的羽毛究竟有什么特殊含义？始祖鸟到底是不是最原始的鸟类？纪录片《龙鸟飞龙》，传奇中国，精彩奉献。整完了，咱等去。你这整完了。1996年夏季的一天，辽宁省北票市四河屯的村民李印芳像往常一样，拿着锹，扛着锄头走出了院子。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山上种树。种树的地方在离屯子并不远的山坡上。虽然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但是李印芳和别的村民一样无法想象，在他们世代耕种的这块土地下面，埋藏着一个曾经繁盛的史前时代。距今1.45亿年到1亿年前，正是侏罗纪晚期到白垩纪早中期，也正是恐龙的繁盛时期。那时辽西的景象与现在完全不同，气候温暖而湿润，遍布着湖泊和沼泽，森林郁郁葱葱。当时的辽西火山活动剧烈频繁，因为火山的突然爆发，大量的生物窒息而死，又迅速被火山灰掩埋，尘封在辽西的大地下。1万年过去了，原本深邃的湖泊逐渐干涸，而辽西就成了一座巨大的史前生物博物馆。在辽西，随处可以看见这样的地层，层层叠叠，犹如一本厚厚的书籍。书中记录着距今1亿多年前生物群的兴衰历史。有幸研读它们的是一群中外古生物学家。然而，打开这本书，发现书中文字的，则是长年累月劳作在这里的农民。李印芳无意中成为了辽西化石发现的重要人物。那天，正在山上种树的李印芳挖着树坑，突然，铁锹碰到了一块坚硬的石板，他停下挖掘，用手把石板一点点抠了出来。这块石板当时板质也挺好，挺硬，
抠出半天，把它抠出来了。抠出来以后一看，发现上面有化石的图案，但是呢，和什么鹦鹉嘴龙啊、孔子鸟啊、鱼类化石、植物类化石的图案不一样。当时感觉特别吃惊，反正当时认为这个化石挺珍贵，当时就拿回家来了。朴实的李印芳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发现的这块化石将给古生物学界、给鸟类起源研究带来爆炸般的震动，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余波未平。鸟类鼓动着它们艳丽多姿的羽毛，翱翔于天际，已经有1亿多年。它们是唯一真正征服天空的动物。今天的鸟类已有9000多种，并成为与人类关系密切的一个种群。但是，关于鸟类的起源，却始终是科学界的一个悬案。根据生物进化史推测，鸟类是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的。1861年，在德国索伦霍芬发现的始祖鸟化石，其结构同时具有爬行动物与鸟的双重特征，也证明了这一推测。问题的关键是，它们究竟是何时由哪一类爬行动物进化？我们国家中生代鸟类没有发现以前，世界长期以来关于鸟类起源的问题，总得有2个争论点。一个是关于所谓草翅类爬行动物的起源观点，一个是恐龙起源观点。这从这个始祖鸟发现以后不久，大概始祖鸟发现10来年嘛，就已经有人提出来是这个鸟类是由这个恐龙起源的，但是呢，他的这个论据是不足的。90年代，就是从95年、96年，我们国家辽西发现了这个孔子鸟，特别是发现了带毛的这个恐龙、中华龙鸟以后，哎呦，这就这个恐龙起源观点，这个鸟类起源观点就热起来了。那天，带着化石回到家里的李印芳和妻子一起琢磨起这块奇怪的石头。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块全世界从未发现过的最有价值的化石。更令这位普通农民没有想到的是，这块化石将使他的生活轨迹发生改变。那时候挖到的，你看这个化石和鱼的化石不一样，多漂亮啊！在我家也放，寄养可能是寄养1个月吧，也通过多些人看了，谁都不认识，琢磨当时还这样究竟送给谁好，只能送给咱国家，最后只能定下来，只能送咱科研部门研究，要不然他们不研究，谁也不知道这块化石究竟是什么化石，咱当时琢磨来琢磨去后，给地质博物馆季馆长他们送去了，当时骑摩托车上火车站。精美与粗陋，文明与蛮荒，看似很容易分辨，但人类文明的宏观要旨，有时就是用一块泥巴盛出一点水，有时又是今人殚精竭虑也无法模仿的精美。复杂的生物演变就被时间凝固在一块粗石之上。传奇中国系列节目《亘古辽河》，寻找迷人的亘古世界。
从未出过远门的李印芳带着化石来到了北京。季强是当时中国地质博物馆的馆长。这块化石让他改变了自己原先的研究方向，开始专注于古鸟类的研究。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块化石的时候，那么给我的第一印象，这就是一条小型的赤肉的恐龙，因为它嘴里长有带有锯齿的这种锐利的牙齿，它的前肢很短，后肢很长，而且还有一条这个非常长的尾巴，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尾椎可以达到58级之多。那么这些特征都是一个赤肉恐龙的特征。但是最令我最感兴趣的，那么就是它头上、身上、尾巴上包裹着短短的一层不到1个公分的吧，这种纤维状的皮肤结构。这个是在1996年之前，世界各国发现的这种赤肉恐龙身上都不具有的。如果那么当时这种问题就提出来了，那么这种纤维状的皮肤衍生物，它是什么东西？它是羽毛，它是毛发，还是其他的结构？那么这就是非常重要了。如果一旦它与羽毛有关系，那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只动物奇特的结构引发了季强极大的兴趣，他敏感而大胆地把它与鸟类起源联系在一起。3个月后，季强博士关于化石研究的论文首先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中，他把这只浑身长满绒状细毛的动物命名为中华龙鸟。我有必要告诉全世界，这块化石是产在什么地方的，所以我必须要有中国的字头。那么经过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中华龙鸟是一种过渡性的生物，是一种介于恐龙和鸟类之间的一种过渡类型的生物。那么这种过渡性质必须要告诉大家，所以龙鸟从龙到鸟，那么这种过渡性质应该在名字上体现的比较清楚了。羽毛一共可以分成7、8种类型，那么它最原始的一种类型，我们称为就像小鸡儿或者小鸭子身上长的那一种绒羽，或者叫雏绒羽。它的结构是最简单的，由3部分组成，一个是一个羽柄，或者叫羽根。如果由它顶上像蒲公英一样的发射出来的，那么叫羽枝。羽枝上面还可以再长羽小枝。那么这种结构，如果它保存为化石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的羽枝是从一个根出来的。那么表现的形式，它就是一撮一撮的发射出来的。那么当我们在中华龙鸟化石的标本上进行镜像观察的时候，中华龙鸟身上的皮肤衍生物，尽管它是纤维状的，但是它就具有这么一撮一撮发射出来的观点。我们认为它是跟羽毛有关系的，而跟毛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大胆地提出来，它是一种我们人们没有认识到的一种羽毛早期演化的产物，是一种。早期羽毛的最早期的进化的一种开端，就是用这个爬行动物身上的鳞甲变成这种羽毛状，从这种羽状的衍生物再变成真正的羽毛。羽毛长在今天的生物身上并不奇怪，但1亿3千万年前的原始羽毛却从来没有被发现过。这使人们兴趣大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块标本。随即，一个更大的发现被提了出来。有人认为，这只长着毛的动物并不是鸟，而是一只恐龙。
because it had feathers, it was described as a bird, not a dinosaur. But when I looked at the photograph, even in the newspaper, and it wasn't a very big photograph, but it was very clear that it was a dinosaur. 古生物学家开始对中华龙鸟的骨骼结构进行分析鉴定，结果表明，中华龙鸟并不是比始祖鸟更古老的鸟，而是一种小型的食肉恐龙。也就是说，化石上记录的这种动物是一只长着羽毛的恐龙。如果不是有这种身上的皮肤的这种衍生物的话，这绒毛的构造，那谁都吉祥县也不可能是它是鸟。所以呢，我基于这2点，我就用于它的了。最后呢，我和陈培基先生，我和陈培基，我们几个人，我们又在南极上就观察了南京的标本，我们就在南极上也提出来，这是一只恐龙，而且是把它钉在美俄龙科这一类东西的来科。但这里边我应当说明一个问题，大家伙都没错，吉祥县的也没有错，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第一只和鸟类有关系的恐龙。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20世纪早期，辽西地区根据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热河省。1923年，美国地质学家格利普将当时陵园县附近含化石的地层命名为热河系。1965年，我国古生物学家顾之威将热河系中以东方叶之介、三尾类浮游、狼鳍鱼为代表的化石群称为热河生物群，于是这个名称被固定下来，并沿用至今。自从100多年前德国始祖鸟发现以来，古生物学家一直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期望找到更多的证据，进一步揭示鸟类起源的秘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蕴藏着丰富化石资源的辽西热河生物群逐渐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只不过后来的发现不仅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期望，而且在古生物学界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地震。
中华龙鸟法有2个概念，一个是恐龙和鸟的关系拉近了，这一，还有呢，基本上就谈到的什么，就是羽毛的进化，人们也在化石上看到的。在第1件中华龙鸟化石发现之后，又有4件同类的化石相继被发现，其中最大的一件接近2米。无一例外，在这4件标本上，都有这种绒毛状的衍生物，也就是季强称呼的原始羽毛。因为从目前的资料来看的话，所有的这个吃肉的恐龙基本上都是温血动物了，所以毫无疑义，中华龙鸟是属过龙类的，所以它也是温血恐龙。所以它身上长有这个羽毛，我认为这种羽毛的出现与它是温血恐龙有关系。羽毛的出现当初就是为了保持它的体温，并不是像现在的鸟类一样，它的主要功能是飞行。所以当初中华龙鸟身上出现了羽毛，仅仅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体温，而不是为了飞行。然而，正是中华龙鸟身上这种被季强称为原始羽毛的东西，引发了最大的争议。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它尽管是新颖而不同寻常的，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羽毛，因为它不具有羽毛的特征，也没有羽毛特有的分叉结构，顶多它只能算是羽毛演化的前期模式。有学者称它为前羽。And I did not then, nor do I believe now, that it ever had feathers. It has funny structures that are probably either preserved muscle fibers or connective tissue in the skin. These structures were underneath the skin, not on it.似龙非龙，似鸟非鸟，中外学术界争论不断，结论悬而未决。龙鸟不是龙的证据越来越多，鸟类的祖先渐渐浮出水面。孔子鸟藏着什么样的进化秘密？四河屯这个小村子还会给人带来多少惊喜和迷惑？纪录片《龙鸟之争》，传奇中国，精彩奉献。